分成静态照片集，然后跟动态影片集。婚礼真的太累了，噔，推荐给你们简单的一集。如果跟你出去的人呢，对于拍照敏锐度比较不高，或者是比较不熟悉一点，拿 GR 就非常适合。一定要 M7 哦，因为它有很多功能都是在 M7 这一代才补齐的。嗨，大家，我是梅。婚礼真的太累了。其实到现在婚礼已经结束快将近2周，然后我到现在依然还是没有办法做什么很充实的记录，因为我真的是几乎每天都在耍废，就有一点办婚礼这个真的是有一点过劳。我之前真的有一点小看这件事情，就我一直觉得还好吧，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常去参加什么电玩展啊，或者是那种 Wireforce 之类的大型的展览，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应该就是还 OK 吧。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真的是还蛮耗费心力的，所以我现在目前正在慢慢的恢复当中。然后刚好呢，我看到就是有些人有在之前的影片的留言区里面问我说，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我的相机？然后我就觉得那好像还不错，因为就是介绍相机这件事情，我又可以在家里，然后跟大家用一个聊天的方式完成，就不用好像一定要再记录一个什么东西，压力不会太大。应该会有2集的时间都来跟大家介绍我的相机。那为什么是2集呢？因为其实我现在用的相机有非常多。如果你们有追踪我 IG 的话，应该就是有看过，就是我有拍很多的照片，然后但是很多的照片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小相机去达成的，或者是手机。所以我光是静态的照片就有一些相机可以分享，但是我录 vlog 的相机又是另外一种，就是录动态的相机又是别种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分成静态照片集，然后跟动态影片集，然后来分享我都用怎么样的设备来去拍我的照片或者是录我的影片。所以今天呢，就先来简单分享我拍照的时候都用哪些相机。婚礼真的太累，真的没事不要办。其实我自认我自己真的是已经算是资源蛮充沛的人。第一个是我们的婚礼比较没有预算问题，就我的爸爸妈妈比较给力一点，所以就预算这件事情就还好，不太需要为钱担心。然后第二是我本身工作也认识很多活动出身的活动人员，例如说像我们主持人就是找朋友，恩熙俊啊之类，阿达，然后或者是一些现场布置的花艺啊，然后或者是摄影师、平面摄影师跟动态摄影师，还有像化妆师、造型师这些，全部都是找认识的人。我觉得我应该算是比一般的新娘还要再稍微轻松一些，但我依然还是觉得很累。新人们，你们都辛苦了。大家真的是辛苦了，需要好好的拍一下自己，辛苦了，好耗费精神，好耗费精力。尤其是我觉得婚礼当中，就是很需要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就是你可能需要去慰问很多从各方来的朋友，就是天哪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谢谢你来，然后或者是什么之类的。就是虽然说大家真的都是满心的欢喜，然后当下也真的都是彼此祝福彼此的生活，就是那个感受是非常好的。你就会觉得哇，天哪，就是这一个场地就是包含着满满的爱，然后觉得很幸福这样。但是活动结束了之后，就还是会有一个疲惫感，这样非常的累。我真的累到，然后把我所有额外的课程几乎都停掉。像我1个礼拜可能都会上2到3堂瑜伽，我现在就只留1堂。然后我本来也想要进修那个英文，因为我就想说想要做一些英文的 vlog 的内容，就有在思考这件事情。然后所以之前也有在进修一下我的就是英语能力，就是请恢复起来。以前我大学成绩还蛮好的哦，就是以前我大学学测，不确定现在是不是学测。以前我大学学测的时候，英文好像13几分，就还不错。但是因为我离学生时代已经有一点太久了，所以现在就是需要一点时间恢复一下那个能力这样。但我现在还是停掉了，因为我就觉得不行，
我想要先以修复自己为主。好啦，我不要再讲废话了，我要赶快来介绍我的相机，然后结束今天这一集。因为我讲越多废话，我就要剪越久。我现在拍照的相机呢，主要有3台、四台，算加手机的话是4台。然后我手机的话是 iPhone 16 Pro， 但是因为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通常都蛮锐利的，所以我很少，比较少用它拍。就是我真的没有带到相机，或者是很紧急，就觉得这个画面我立刻要拍的时候，我才会用手机。所以手机是我比较少用的备用机，不多介绍，因为反正手机拍照就大家都会。然后呢，我最主要的拍照的相机是有2台，都是小黑卡，完全呢是以方便为主。之前呢，我其实有买徕卡，可是后来因为发现徕卡的重量真的有一点太重，不太适合就是一直带出门，所以我就是徕卡就是在我心血来潮，或者是觉得我要去的那个地方会超美的时候，我才会带着，比较不是主用机。然后我最主要的主用机呢，都还是以小黑卡为主。噔噔，这是我2台目前最主要来使用拍摄照片的2台小黑卡相机，然后这一台是 Sony 的 RX 100M7，就是这台出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但是非常的好用。然后这一台呢是 GR， 非常在我 IG 上面很常出现，然后它的照片也很常被询问它的就是色调的参数是什么。这台是 GR3X， 这2台呢都出了有点久，所以现在呢其实都不是很容易买到，就是要么你可能就是要用一点溢价的价格去买，要么你可能就是要等二手机或者是之类的。可是我觉得这2台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。首先呢，现在介绍 RX 100M7， 然后这台呢好处是它可以变焦，就是它可以在相机里面这样。很巧劲，所以你在外出拍照的时候呢，就会非常非常的好用。然后再来呢，它有这个小闪灯，嘟嘟，所以如果你在一些室内啊比较阴暗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开启小闪灯，然后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些比较复古的照片效果的时候，就可以开这个小闪灯拿出来用。那所以我觉得这台相机是相对功能非常齐全，或者是你拍照的时候拍一拍，突然想要录个 vlog， 它也有就是很好的录影对焦功能，就它录影的功能也很齐全，所以我觉得这台是我目前接触到功能最齐全的一台小黑卡。你要拍照也可以，然后它又有闪灯，然后就是细节参数又可以调，然后它要录影也 OK， 又可以变焦，然后变焦的距离又超长，然后录影的自动对焦又很快，因为它是 Sony， 就是 Sony 家就是对焦就是真的超快，霹雳无敌快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遇到功能最齐全的一台小黑卡。但是又有个但是，就是 Sony 有一个通病，就是它拍人像的时候，颜色跟参数是很需要调整的。我觉得这台就是会需要，例如说你自己是会调颜色，然后你自己从相机里面把一些主要设定的颜色调好之后，然后请别人帮你拍，或者是你是很会使用 Lightroom 或者是 Photoshop， 就是你是自己会调色的，可能就是比较适合这台Sony 相机，或者是你就是真的发奋，我要来学我该如何设定相机的颜色，就是你真的有愿意想要认真的去看这些相机的参数怎么调的话，那我觉得这台就很可以。但如果你是完全的拍照的新手，光是什么 ISO 值啊，然后光圈多大、快门多少啊什么的，你就已经有一点头昏脑胀，然后会不知道怎么调的话，那我觉得这台可能对你来说会有一点难度，有点小高。当然它也有自动模式，就是全 auto 模式，可是有的时候全 auto 模式它可能照片拍出来就不会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这台可能还是必须要有会摄影的基础，然后你大概知道一些基础的数值怎么调之后，你用这一台就会非常的上手。除了你自己要会之外，帮你拍照的那个人可能也要稍微懂一点。Sony 就是它的优点就是所有参数都可以调，
但是缺点就是你真的就是要把它调到你想要的颜色之后，它拍出来才会是你想要的样子。所以就是最好是帮你拍的那个人，他也可以有一点点基础，就是这台相机会比较适合有基础的人，但是拍出来非常好看。再来呢，就是这台 GR 呢，就是我觉得拿给一个完全不会拍照的另外一半，然后调好这个角度，说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这个角度，你就按快门就好了，就会照片就会很漂亮的出来了。然后你可能也不需要很特别的去调什么样的颜色参数，因为 GR 自己本身它就有自带一个 GR 的滤镜，所以你的照片出来都会有一个淡淡的 GR 色，就是那个 GR 的色调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我都称它为是傻瓜相机。就是 GR 呢，就是如果你是完全拍照新手，这一台就非常非常的适合你。可是有一些缺点，一个是它没有自带闪灯，所以真的很暗很暗的环境，它可能就会没有办法拍。再来呢，它是定焦镜，就是它没有办法调整它的相机的远近，这样。所以你可能就只能这样子拿远，然后拿近，拿远拿近这样子调整，就是比较不方便的地方。但就这样，其他都很赞。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跟另外一半出去，然后你另外一半可能就比较不会拍照，或者是对于这种颜色会不会过曝啊，会不会太亮啊，或者什么太暗啊什么之类的，敏锐度比较低，或者是有没有对焦，他可能也看不太清楚。我觉得拿 GR 就非常适合，因为 GR 的照片就连失焦都非常好看。就是傻瓜相机，我觉得如果你是纯新手、纯拍照新手的话 ，GR 就非常适合，蛮难买的，所以就可能要等等看机缘。那这台就没什么好介绍的，因为它本身照片就非常漂亮，几乎不用调，就是一拍就是大片。就是非常非常厉害。再来呢，就是要介绍我第3台，是我最近才购入的一台 CCD。噔噔，这台是 Canon 的 A620，就是最近不是都很流行，就是去买一些老相机嘛，然后它就是真的可以拍出一些现代相机拍不出来的一些质感，真的很好看，就是很有那种复古的感觉。我可以给大家看一段，就是最近去咖啡厅拍的短片，然后就是有照片，然后也有录影的功能，然后它拍出来的那个照片的氛围就是真的完全不一样，就是你就会真的感觉到那种，就是现代相机好像真的有一点太锐利，然后可能颜色也稍微有一点太显眼，但是老相机它就是会拍出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 A620 的话，我是觉得它把人的皮肤拍的颜色非常的好看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闪灯，就是它的闪灯如果要有打出来的话，也是就是打在人身上，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再来呢，它也是变焦，有没有？也是颇近的。所以就我觉得带出去拍照就是可以变焦，也蛮方便的。然后它也有录影的功能，所以就是如果你偶尔想要就是 vlog 啊，或者是你的动态想要有一点不一样的复古风格的话，这台相机呢也可以多多少少帮你拍一些。但是因为它是上个时代的东西，所以它的记忆卡的容量非常的少，像它是 SD 卡。但只吃2GB， 不能再多了，再多就是它会超载，所以就是我可能这台相机里面，它影片可能只能录10分钟，超过10分钟就没有办法再记录了。普通的3号电池，然后因为有一些电池，如果它是主打说它的那个电力很强或者什么之类，或者是专门给遥控器用的电力很弱的那种，好像就不太适合。然后现在好像最稳定放电的是这种充电型的电池，那也比较环保啦，你就不需要一直去汰换这个电池，你就是没电了，你就再把这个电池拿去充电就可以。然后它一台相机需要4颗，就是所以你这台相机拿起来会稍微有一点重量。好，所以总结就是这一台呢，我是目前最近都是一定会带着，因为我觉得它拍出来的东西就是其他相机比较没有办法取代的，就是 A620 CCD 我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定会带，就是会拍出不同氛围的照片。另外这2台小黑卡呢，取决于跟你出去的人是谁。
如果跟你出去的人呢，对于拍照敏锐度比较不高，或者是比较不熟悉一点，那我就推荐你可以带 GR。那虽然可能角度会比较局限，跟距离会比较局限，因为它是定焦，然后而且它没有闪灯，可是至少它就是的颜色，然后跟它一些明暗度都是非常稳定的，所以就是如果跟你出去的人对于拍摄比较不熟悉，我就推荐你带 GR。那如果跟你出去的人呢？或者是是你自己想拍，然后你也是比较了解一些拍摄的参数的话，那我就推荐你可以带 RX100，一定要 M7哦，因为它有很多功能都是在 M7这一代才补齐的。如果你是网上买 M6、M5的话，它的那个功能可能就没有那么齐全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拍照的三台不同的相机，推荐给你们，简单的一集。也不错啦，我就觉得我还拍得出东西，我就已经很棒了。然后下一集呢，我就来介绍我拍动态都用哪一些东西。我拍动态就是用了非常多技巧，应该会是干货满满的一集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对你旅游或者是对你的日常拍照有些帮助的话，我非常开心。你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，你常用什么样的相机拍照，或者是你觉得 CCD 看起来如何？想要知道大家的心得感想跟一些意见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